东乡浩平的生命力似乎在短短时间里就已经耗尽了。他之前明明还那么强悍。苏无忌见状说道：这就是强行借用科技的后果吗？我并不认为我那一剑能直接弄死他。河北直哉摇了摇头说道：他借用的不是正经科技，而是邪门左道。苏无忌的那如洪流一般的剑光似乎打开了东乡浩平体内的某个临界点，使得他的生命力大幅度溃缩，在短时间内进入了不可思议的衰老状态。河北龙哉则是说道：或许在20年前他就应该是个死人了。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不仅强行续命20年，还进入了神忍的境界里，真是耸人听闻的科技手段。尽管已经气绝身亡了，可是东乡浩平的身体居然还在持续性的衰老。那脸上的皱纹已经变得犹如刀砍斧削，皮肤干枯到就像是秋天的落叶，甚至就连尸体的水分都在迅速消失。汉密尔顿看着东乡浩平的干尸，摇了摇头说道：这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有什么区别？我可绝对不会这么干。河北龙哉却否认了汉密尔顿的说法。不到临死的那一刻，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在那种关头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汉密尔顿刚要说什么，却听到河北直哉说道：我们并没有一个叫河北采花的妹妹。显然他之前虽然在跟东乡浩平激战，却能分心把苏无忌跟汉密尔顿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场间的气氛瞬间尴尬。我去，你这都能听见？汉密尔顿的脸变成了猪肝色，不过他紧接着便像是发现了什么，哈哈大笑。我只说出了河北采这3个字，并未说出全名呢。怎么，前辈也知道，平时看了不少片子吧？哈哈哈。苏无忌不禁觉得，这货在去了一趟东洋之后，怎么有种被崔西附体了的感觉。说你错了。河北直哉淡淡道：啊，我哪儿错了？汉密尔顿一脸懵逼。他不就是叫这个名字吗？河北直哉忽然一抬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汉密尔顿的肚子上，后者被直接踹飞，一路倒着撞断了好几棵树，才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说你错了。河北直哉继续说道。某位大名鼎鼎的游侠天王此刻满脸涨红，额头青筋暴起，艰难地说道：前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提那个妹子了。其实就在苏无忌和东乡浩平激战的时候，游侠神殿的精锐们已经冲进了卡门监狱旧址的山洞里。然而此刻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在搜寻这处秘密基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发现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发现了一些废弃不用的实验室，实验装置都已经被提前破坏了，根本看不出来之前是研究什么的了。苏无忌还看到了几个手术室，应该也是蒙尘许久了。而对方还在这山中空间里设置了许多金属门径，让游侠精英们的搜寻多花费了好一番功夫。实验室起码废弃了1年以上，手术室就更久了。苏无忌看着现场的情况说道：有几十个房间还有人生活的痕迹，就算是逃走了，应该也没走出太远。占这个房间……苏无忌止住了话头，眉头轻轻皱着，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此刻就站在方兰霜之前被关押的房间门口，此刻房间里的所有物品都被烧成了灰，火势被控制得很好，只烧了这一个房间。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这是重点集中销毁，
显然这里有对方不想让我们知道的重要信息。他捏起了地上的灰烬，用手搓了搓，摇了摇头，眼睛里流露出了危险的光芒来。烧成了这个样子，已经不太可能有什么生物痕迹留下来了。越是这样，越是说明这里的不正常，他就越是要追查到底。河北家族的神忍兄弟跟在苏无忌的身后，并未给出任何的推断。事实上，他们两个专心修习忍术，平时几乎不会过问那些利益之争。对于东乡浩平到底是把灵魂出卖给了谁，这两位强大的神人也没有答案。他们甚至没有太多兴趣。人逃走了，河北直哉说道。这里一定还有直通外界的通道。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河北龙哉说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似乎是没来得及关上的投影荧幕布忽然间亮了起来，所有音箱同时启动。寂静的空间里，这突然发出的滋啦电流声让不少专心搜寻的游侠精锐被惊得一个哆嗦。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黑衣人的背影，他站在一处海边，穿着黑色大氅，哪怕隔着屏幕也能够感觉到这背影的主人有多么的强大。海面上有着大面积的浮冰，远处还隐约可见巨大的冰川。紧接着用电子音变声的声音开始在这山中基地的每一处响起。你们好，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诅咒之地，而鹿鸣山的南麓便是如此。你们不该进来的，因为你们从此以后将要背负诅咒，终生都无法抹去。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没有吭声。汉密尔顿则是骂道：这是哪里来的神棍？至于河北直哉和河北龙哉都没有出声发表任何的意见。你们本来应该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却来到了这里，卷入这足以影响世界的漩涡。无数的矛盾都将从你们的身上生长而出，无数的麻烦将充斥在你们每一天的生活里。你们将看到亲人的离开，看到友情的破碎，看到爱人的死亡。或许你们会认为只要就此退出去，就会避开这些悲伤。我只能说已经晚了。这段视频我已经录制很久了，等到播放的那一天，就说明飓风已起，世界会重新洗牌，而你们就将在这大洗牌的洪流之中破碎、湮灭，再无任何痕迹。再见，祝你们好运，期待你们能活得久一点，冲破命运的诅咒，我们就可以在这世界的顶峰相见。说到这里，那个身披黑色大氅的人转过了脸，只是也不知道是由于拍摄的光线问题，还是由于视频的后期做了处理，此人的脸被大兜帽的阴影覆盖着，完全看不真切。随后屏幕熄灭，汉密尔顿啐了一口，骂道：这货什么玩意儿，神神秘秘的。但饶是他心理素质强悍，却也莫名被这身披黑色大氅的男人给搞得心里毛毛的。那一番带着诅咒的话，任谁听了都会心里不舒服。河北龙哉说道：无忌少爷，要就此退出去吗？苏无忌看了看时间，眯了眯眼睛。时间差不多了，两位前辈可以先行离开，我带着游侠神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时候有2架直升机已经从海边起飞了，飞向辽阔的太平洋。其中一架的机舱里坐着的正是方兰霜，以及那个戴着青面獠牙魔鬼面具的女人。那女人的手里拿着一块平板，正播放着基地里的视频。她的声音里透着非常明显的意外情绪。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黑衣人又是谁？方兰霜看了看他。你也不认识吗？这面具女人说道。我甚至不知道这基地里可以自动播放视频。他的状态明显有些乱了，
双臂上甚至已经冒出了鸡皮疙瘩。对方能够这么远程播放视频，是不是就能说明他们过去这几年一直处于他人的秘密监控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逃过对方的眼睛？方兰霜淡淡说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很正常，没什么的。世界上的事大多如此，不，这不正常。面具女人说道：我们怎么可能是黄雀？我们只能是捕捉黄雀的猎人，因为我们的背后有……方兰霜淡淡一笑：说啊，怎么不继续讲了呢？哪怕还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他这一笑还真是好看，和江晚星非常相似。面具女人不再吭声了，而方兰霜却轻轻摇了摇头。卡门监狱也不复往日辉煌了，就是成为了一个需要依靠其他势力才能存续的小组织，真是让人感怀。面具女人明显被这句话刺激到了，她直接掏出了手枪，顶在了方兰霜的太阳穴上，说道：方兰霜，卡门监狱不容你侮辱。他没发现方兰霜此刻似乎心情很好，一改往日的沉默风格，话都变得多了不少。方兰霜笑了笑：我说的是事实，如果你受不了的话，不妨就直接开枪。你在故意激怒我。面具女人说着，把枪插回了腰间。我不会上你的当。方兰霜看了看他的面具，说道：据说曾经的黑暗世界有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戴着青面獠牙的面具，系着黑色披风。面具女人说道：我知道，是太阳神殿的军师。以前黑暗世界的众神之王宙斯曾经说过，得军师者得天下。方兰霜说道：所以你的这一身装扮是在模仿他吗？面具女人语气生硬：没错，军师的神秘强大智慧是我从小就向往的。方兰霜摇头笑了一下，淡淡的说出来4个字：东施效颦。你……面具女人气得哆嗦，又想拔枪了。她想了想，随后说道：我想你只是在一次次的故意激怒我罢了。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现在的求死之心变得那么强烈了？方兰霜很认真地说道：那个孩子很优秀，我不想他因我而死。面具女人呵呵冷笑：怪不得华夏人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方兰霜的激将法被看穿，抿嘴笑了笑，没有过多辩解。他看起来很是有些疲惫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直升机飞行员说道：不好了！外面已然传来了越来越响的轰鸣声。面具女人往舷窗外面一看，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已经从高空的云层中俯冲下来，拦在了前方。只要他们同时发动攻击，那么就会有一张空中火力网直接迎面照过来，局势骤变，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紧接着，他们所在的这架直升机的舱内音箱中传来了一道声音：暗影天王大人，有请几位前去做客。放弃抵抗，暗影天王有请。放弃抵抗。这句话在机舱广播里被重复了3遍，每一遍吼声的气势都进一步的加强。那面具女人的瞳孔骤然紧缩，整个人都随之绷紧了。她用力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原来这个所谓的暗影天王才是那个站在黄雀背后的人。方兰霜，你可真是找了个好女婿。方兰霜抿嘴微笑，并未多说什么。那个小伙子都已经为了晚星悍不畏死的做了那么多事情了，一边在前线冲杀，一边在全盘布局，他真的已经足够优秀了。
好像比婉星他爸当年还要厉害得多呢。如果自己能活着回去，能看到婉星穿上婚纱的样子，好像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这几年来，方兰霜一直不曾做过这个梦，或者说她不敢做梦，怕梦醒时分太疼了。这一刻，当苏无忌给出足够的意外之喜后，方兰霜忽然不想死了。面对来势汹汹的10几架阿帕奇，这2架直升机悬停于空中，进退两难。面具女人看向了他，冷声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算到的这一切。那地下通道明明那么长，那么隐蔽，他怎么可能发现我的行踪？方兰霜说道：就算是没找到地下通道，也不代表他想不到我们会坐直升机离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德弗兰西岛所有飞行器的起降都已经被他暂停了。他太厉害了，简直是另一个歌者。面具女人摇了摇头，随后对飞行员说道：告诉他们，我们的手上有人质，如果他们要强攻的话，人质一定会死。飞行员立刻用广播转述了这句话：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我保证你们会为这个决定而后悔。机舱音箱里忽然响起了苏无忌的声音，他已经让艾米拉把自己的通话接入进来了，声音里面透着极为清晰的含义。我会让武装直升机击沉方圆500海里以内的所有船只，让你们的直升机没有落脚之地。面具女人冷冷一笑，嘲讽地说道：只会用这种话来威胁我，真是可笑。你知道德弗兰西岛周边有多少船只出入吗？你说击沉就击沉。说完，他还看了方兰霜一眼，继续冷笑：你这个女婿看起来也不怎么样，真会异想天开呢。说大话真是男人的通病。机舱里唯一的收音设备就是飞行员身前的麦克风，苏无忌的声音能够从过舱内音箱的通讯频道传进来，但是只要面具女人不是通过那个麦克风说话，而是坐在后舱议论，那么苏无忌便不可能听得见了。算无一策的暗影天王还不知道他的丈母娘在机舱里。方兰霜摇头笑了笑，说道：他都能用武装直升机堵住我们了，所以你还在认为他只是虚张声势？这个小伙子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此刻的方兰霜竟是迫切的想要和他吃顿饭，好好的打听一下这个年轻人的身份了。婉星这丫头挑男人的眼光可真不错呢。他就是在胡扯，简直离谱，还要击沉方圆500海里的所有船只，连米国的航母编队都不敢这么做。苏无忌的声音再度从机舱里响了起来：不然你以为我这2天不眠不休的在干什么？只是在和沙溢佣兵团打架吗？面具女人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一股不好的预感忽然从他的心底涌出来。苏无忌嘲讽地说道：你恐怕还不知道吧，这1天以来德弗兰西岛周围的绝大部分船只都已经被赶出去了，现在米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把周边围起来了。什么？面具女人被彻底震惊到了，这是她完全不知道的消息。苏无忌淡淡说道：我为什么说是绝大部分？因为有几条疑似接应的伪装商船，我并没有动他们，只是想等到最后再一网打尽而已。这女人面具后面的脸已经变得煞白煞白，她本以为自己可以从从容容地带着方兰霜出逃，可却迎来了这样的结果。苏无忌已经把他所有的撤退路线都给算死了。这不可能，米国的太平洋舰队为什么要听你的？这绝对不可能。面具女人仍旧不愿意承认眼前的事实。飞行员把这话通过麦克风传了出去。苏无忌说道：
因为他们在当地政府里的14名特工被伊文斯一股脑杀了啊，就是这么简单。面具女人差点忘了这一层关系，她极为恼火，重重地捶了一下机舱门。该死，那是伊文斯干的，和我们没有关系。飞行员也使劲捶了一下前舱门，然后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面具女人恼火地吼道：捶门的动作不用翻译。苏无忌淡淡一笑：很可惜，你这话对我说没用，你要面对的将会是全世界最严酷的审讯手段。如果你现在老老实实投降，我可以让你少受一点痛苦。得是什么样的父母才能教出这么优秀的孩子？方兰霜下意识地把脑海中的想法说了出来。面具女人沉默了半分钟，才对方兰霜说道：我如果告诉这个暗影天王，说他的丈母娘就是我的人质，你猜猜他会不会方寸大乱？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讲。方兰霜说道：一旦这么做了，你只会逼急了他。但我在死之前一定会先杀了你。面具女人冷声说道。这时候苏无忌说道：我的耐心已经要被你耗光了，我要准备开火了。等等。面具女人向前探身，一把抓过了麦克风，喊道：你不在乎人质的性命了吗？苏无忌冷笑着说道：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直接弄死你。面具女人早已心神失守，她甚至没有扭头往舷窗外面多看一眼，看看周围已是什么样的环境。放我离开，我可以放了人质。她说道。放你走多远？苏无忌冷笑着问道。面具女人道：等我的直升机降落在船上，等我的船回到巴西，我会释放人质。等你回到巴西很好。苏无忌的话锋一转，声音之中忽然充满了嘲讽的意味。游侠神殿在距离德弗兰西岛东面300海里处，有一条挂着巴西国旗的商船，击沉它。什么？听了这句话，女人那面具后面的脸已经变得煞白煞白。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苏无忌的语言陷阱里，对方的每一句都是在给她下套。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不好意思啊，我骗了你。米国的太平洋舰队并没有把整个德弗兰西岛围起来，我们也没有对周围500海里的所有船只进行清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怎么可能一边和沙溢佣兵团打得焦头烂额，一边指挥手下把整片海域的船只都赶出去？该死的，你真阴险！面具女人忍不住地骂道。如果那挂着巴西国旗的商船被毁掉了，那么自己就算是能顺利坐着直升机出逃，也找不到降落点，只能等油量耗空，沉入茫茫的海浪中。方兰霜却轻轻摇了摇头，笑了一下。他旁观者清，自然知道苏无忌除了在一线冲杀之外，还是让手下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不然的话，他又怎么会知道那艘巴西商船的精确距离？谢谢你夸奖我啊，我一直认为阴险这个词是夸奖别人有智慧。苏无忌淡淡说道。给你5分钟准备投降吧，我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你混蛋，我真想杀了你！面具女人再次探身到前排，抓着麦克风骂了一声，忽然传来了2道枪响。砰砰，2发子弹从驾驶位左右侧的舷窗同时射了进来。狙击手。原来在苏无忌和这面具女人对话的时候，2架运输直升机已经飞到了两侧，悬停在了100米开外，而这2架直升机的舱门口全部架着狙击步枪。从机头左侧射来的那发子弹直接打爆了飞行员的脑袋，而从右侧舷窗射进来的子弹则是钻进了面具女人的肩膀，她的半边肩膀都被打烂了，
鲜血溅满了前舱。这女人疼得发出了一道凄厉的喊声。什么倒计时5分钟，都是骗人的。她今天真的是被苏无忌坑的人都麻了。飞行员一死，直升机眼看着就要失控了。而苏无忌直接喊道：人质别换。紧接着已经有2个身影从起落架爬了上来，从外侧直接打开了舱门。不要慌，我们是华夏军人。这2人喊道。他们都是烈焰大队的成员，其中一人就是李小飞。由于苏无忌的体力在与东乡浩平的激战之中近乎耗尽，所以他并未冲在最前头，而是坐镇指挥。我们是华夏军人。在听到这声音之后，方兰霜的眼泪一下子便涌出来了。另外一人是烈焰大队的7号成员，名叫陈开腾。他直接把死掉的飞行员丢了下去，重新把失控斜冲的直升机拉升起来。李小飞冲进来之后，立刻往面具女人的头上重重砸了几拳，随后将她的手脚用扎带紧紧捆在一起。他随后对着麦克风大喊道：报告队长，人质解救成功。半小时之后，苏无忌在海边的沙滩上看到了被自己解救的人质。这一刻，他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眼前这虚弱的女人和江晚星实在是太像了，和方千雪更像，只是她的气质不像方千雪那般媚态横生，而是多了很多的端庄与稳重。我的天，您不会是……当那极小的概率居然眼看着就要变成现实，苏无忌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开始发颤了。方兰霜的眼眶已经红了，她含着泪轻笑道：你好，第一次见面，我叫方兰霜，是婉星的妈妈。那缥缈的梦想居然要成真了。苏无忌的眼泪一下子从眼睛里冲了出来，他狠狠抹了一把眼泪，调整了一下通讯器的频率，大吼道：首都军区司令部，我是烈焰大队苏无忌，报告成功解救方兰霜，报告成功解救方兰霜。首都军区，邵飞虎正在开每周例会，会议室里坐满了将军，此时正好讨论到了烈焰大队在非洲作战一事。而这时候，邵飞虎的上校秘书一下子撞开了会议室的门，冲了进来，想要说什么，可是由于情绪太过于奔涌，喉咙上下滚动了好几次，却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邵飞虎沉声问道：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首长德弗兰西岛，苏无忌大队长传来。上校秘书还没说完，眼泪都涌出来了。他此时实在是太激动了。以前跟着江秉辰10几年，感情极为深厚，平时见到方兰霜都得喊一声嫂子。看到他这么一哭，会议室里那些将军们的心脏本能地提了起来。毕竟在华夏的用词里，传来后面经常接的一个词是噩耗。那位精彩绝艳的年轻人不会牺牲了吧？邵飞虎腾地站起来，表情也凝重了许多，努力压制住声音里的波动。怎么回事？别着急，慢慢说。他本能地认为那小子一定不会出事，可如果真的出了事，该怎么跟自己的老兄弟交代？会议室里的将军们纷纷站起身，担忧的表情已经控制不住地涌现出来。这上校秘书狠狠抹了一把眼泪，终于把气息理顺了，高声说道：报告首长，苏无忌大队长报告，成功解救方兰霜。你说什么？邵飞虎的身形一晃，差点把身后的椅子撞翻在地。他的虎目里含着难以置信的光，
铁钳般的大手狠狠攥住了秘书的胳膊，声音之中带上了非常明显的颤动。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上校秘书立正敬礼，眼泪再度涌出。司令员蓝双嫂子要回来了。会议室里明显沉默了几秒钟，这消息太过于震撼了。毕竟在坠机事故之后，即便有人对江秉辰和方兰霜低声还抱有一线期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抹期待也渐渐随风而逝。甚至就连江晚星本人都已经对此不抱希望了。可是苏无忌此番带着烈焰大队16名成员远征德弗兰西岛，竟然带回了这样的消息。震撼、震惊、兴奋充斥在所有人的心中。邵飞虎明显也被巨大的情绪击中了。他沉默了10几秒钟，手在会议桌上摸了2下，好不容易拿起茶杯想要喝一口。然而那双不知道砸烂过多少敌人脑袋的大手，此刻却一直在发颤，连杯子都握不住了。好不容易才把杯子端到嘴边，喝了一口水，却有不少茶水都洒在了军装上。邵飞虎问道：消息确定吗？上校秘书说道：确定，千真万确，千真万确。银若哈，哎！邵飞虎一声大吼，把手中的玻璃茶杯狠狠摔到了地上。银若哈，哎！会议室里那些平日里性子沉稳的将军们，此刻也爆发出了强烈的欢呼。他们流着眼泪，鼓着掌，拍着桌子，宣泄着这么多年的憋屈和期待。那架飞机上还有很多他们的战友。如果一个方兰霜生还了，是不是能够意味着其他人都有可能活着？良久之后，会议室才稍稍平静了下来。告诉无忌，一定要把蓝霜安全带回来。邵飞虎深吸了一口气，狠狠揉了揉通红的眼睛。他又是重重一拍桌子：无忌这小子干得漂亮，干得漂亮！上校参谋问道：司令员是否把这消息告诉晚星？邵飞虎本想立刻打电话，可想了想之后又说道：那小子为了晚星做了那么多，还是让他亲口来说吧。他随后立即布置了一条任务，通知还在非洲的特别工作组和烈焰大队，让他们全力寻找与坠机案有关的所有消息。此时看着苏无忌激动报告的样子，方兰霜也是泪流满面。孩子，谢谢你，他轻声说道。苏无忌这一路来始终站在死亡悬崖边缘，在方兰霜的视角看来，真的太不容易了。晚星终于觅得良人。苏无忌抹了把泪，笑道：阿姨，你要是能回去，晚星不知道得激动成什么样子。能教出这么好的孩子，你的父母真的很厉害。方兰霜说道：阿姨您太过奖了，晚星现在正在绝密作训处执行任务。苏无忌说道：浩兵现在也挺好的，正在临江大学读书呢，学习很认真。方兰霜红着眼眶笑了：浩兵怎么可能考得上临江大学？肯定又是我那个妹妹给找了后门，这不合适。太久没见到儿女了，他眼睛里的期待已经止不住了。由于自由突然而来，心神所受到的冲击太过于强烈，方兰霜那虚弱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眼睛一闭，身体晃了晃，朝着一旁倒去。苏无忌立刻扶住了晕过去的丈母娘，同时说道：告诉领事馆安排最快的专机回华夏。此时航班还没恢复有序起降，旅客们正在大量滞留。哪怕叛军被击溃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可是游客们仍旧不太敢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这座岛。
领事馆尽力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此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航班排队，距离起飞应该还有4-5个小时。埃洛文提前等在距离机场只有2公里的一处别墅里了，这是游侠神殿医疗组的临时工作地。中崎奈美的手术还在进行着，小上忍现在正处于全麻醉的状态，非常虚弱。放心，他能活下来。埃洛文说道，但是伤势有点重，肠子都断了。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能活下来就好，还有什么部位受伤了吗？埃洛文说道，你知道，毕竟是挨了神忍的一刀，况且那一刀的位置，他以后能不能生孩子都是问题了。苏无忌的心再度狠狠一抽疼，找回方兰霜的喜悦重新被担忧所取代了。埃洛文拍了拍他的胳膊，眼光很认真，轻声说道，这小上人比绝大多数人都勇敢，比如隔壁那个。此时隔壁的房间里正传来了崔西的惨叫，哎呦呦，轻点轻点，你这医疗组怎么干的？缝针的时候不能打麻药吗？疼死我了。苏无忌笑了笑，随后拥抱了一下埃洛文，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的好战友。埃洛文被突然抱了一下，似乎是有点没反应过来，停顿了2秒钟，手臂刚刚抬起一半，可是苏无忌却又松开了。这家伙说道，谢谢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埃洛文的手僵在了半空，随后收了回来，淡淡说道，应该的，都是战友。苏无忌叹了口气，关于牺牲了的游侠们，等名单统计出来之后，抚恤金由我来出吧。当时他正是通过游侠精锐们的迅速减员，才判断出来了风尘孝介和伊文斯的所在地。此时断胳膊断腿的伊文斯仍在昏迷之中，那个面具女人被李小飞的重拳砸晕过去了，也还没有醒来。苏无忌已经揭开他的面具看过了，他长着一张欧美人的脸，暂时还无法确定国籍和具体身份。那个老家伙有钱，埃洛文说道，抚恤金用不着你来出。苏无忌摇了摇头，是我做主发起这一场战斗的，理应让我来。埃洛文理解他的为人，轻轻抿了抿嘴，说道，我也有钱的，你要不够先用我的。寇最近从雷蒙情报局的身上赚了一大笔。苏无忌的眼光微凝，说道，所有牺牲的人，我要保证他们家人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埃洛文看了看小上人，他怎么办？苏无忌很确定地说道，我要带他回华夏。这里的手术环境根本无法做到完全的无菌状态，只能暂时续命，要是感染了就麻烦大了。中崎奈美为了苏无忌差点付出生命，后者自然不可能把他孤零零地丢在这座海岛上。埃洛文也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心情，他很佩服中崎奈美的勇气，但自己虽然亲历这次战斗，可从头到尾都像是个旁观者，尤其是最后抢救小上人，简直像是在帮那俩人的感情做嫁衣，这种滋味真的怪怪的。他很确定的是，中崎奈美替苏无忌挡了那一刀之后，已经彻底住进了后者的心里了。乖巧、甜美、可爱、听话，好像这小上人的每一样特质都跟自己不沾边。除了胸。10几个小时之后，华夏时间正是傍晚，江晚星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他这次的任务花去了整整半个月，由于高度保密，他根本不能和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哎呀，你还知道回来？方千雪跺了跺脚。
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多少事儿？妾方千雪，有你在的地方，事情还能少了？别说了，我先洗个澡，累死了。江晚星甩掉鞋子，把丰满小衣推开，眼光却看向了餐厅。咦，江浩兵，你怎么回来了？现在不是假期啊？江晚星一叉腰，作势欲打。好啊，你又翘课是不是？江浩兵连忙说道。姐姐，别动手，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江晚星看了看时间，说道。国庆节都早就过了，这月份还有什么节日？方千雪一跺脚。笨死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天天粗枝大叶的，就不能活得像个女人？江晚星这才反应过来，天天执行任务，不分昼夜，神经始终紧绷着，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生日？姐，生日快乐！江浩兵捧出了一个生日蛋糕，笑道：祝你和姐夫百年好合。江晚星听着这祝福语，心情明显变得很好，看弟弟的时候也觉得顺眼了许多。好，那就不追究你逃课的事情了。方千雪跺了跺脚。苏无忌这小渣男，不会连晚星的生日都不记得了吧？江晚星，方千雪，你别这样喊他。再说了，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的生日是几号。只是话虽这么说，看着那蛋糕上摇曳的烛光，江少校的心里面控制不住的生出了几分想念。虽然自己从来不在意生日，但是如果这时候有他在旁边，一起吃一吃蛋糕也是挺好的。方千雪把客厅的灯关上，兴冲冲地说道：快许愿许愿。江晚星看着那烛光，双手放在胸前，闭上了眼睛。其实自从父母去世之后，他每年许的愿都差不多，只是今年多了一条和那个灵州青年有关的愿望。紧接着江晚星睁开眼，吹灭了蜡烛。江浩兵说道：姐，你许的什么愿啊？江晚星直接答道：希望爸妈能回来，希望我和吴。哎呀，快别说，说出来就不灵了。方千雪着急地说道：快咽回去，咽回去。看着小姨的着急样子，江晚星笑了，眼眶微潮。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在门口响起：方千雪，你错了，谁说生日愿望讲出来就不灵了？此时，一个青年出现在了门口，穿着一身有些脏污的黑色战斗服，面带温和的笑意。他原先的那一套衣服早就沾满了血迹和灰尘，根本不能穿了，而现在这身衣服还是在起飞之前从游侠神殿一名精锐战士的身上临时扒下来的。当时能找到一件没沾血的衣服确实不容易。那淡淡的硝烟味儿已经被叶枫送进了客厅里，就像在把这些天惊心动魄的故事娓娓道来。江浩兵率先喊了出来：姐夫，你怎么来了？正好一起吃蛋糕啊！方千雪惊喜地喊道：小渣男，你来给晚星过生日啊？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心。江晚星的眼睛里柔光闪动，轻声说道：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苏无忌笑了：没有，其实今天过来真的是碰巧了，但我想这更像是命中注定。20多年前的今天，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见面。20多年后的同一个日子，你们在海天相隔后重又相逢。什么意思？方千雪说道：小渣男，你在玩什么门艺？姐姐我怎么听不懂呢？苏无忌看着江晚星柔声说道：晚星，你的生日愿望已经实现一半了。此刻江晚星分明看到对方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光。说完，苏无忌往旁边让了一步，瘦削苍白的方兰霜便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睛里。
他仍旧显得很虚弱，像是一株被暴风雨摧折过的玉兰。我回来了，他轻声说道，那声音里的每一个字节都在颤着，饱含着这些年所经受的苦，也充满了重逢之后的甜。当看到方兰霜的时候，江浩斌瞪圆了眼睛，手里的蛋糕一下子掉在了地上。他揉了一下眼睛，居然不确定地问了一声：“妈。”江婉欣怔怔地看了几秒，眼泪一下子无声地涌出来了。人在情绪最奔涌的时候，是会出现失语的情况的。即便心中藏了千言万语，却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真的假的？我出现幻觉了？方千雪重重地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疼得哎呦叫了一声，随后直接冲过去，用力地抱住方兰霜，嚎啕大哭了起来。阿姐，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这些年你去哪里了？姐，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你在外面受了多少苦啊？我和婉星每一天都在想你，好想你啊。方千雪抱得紧紧的，生怕这是一场梦，生怕松了手之后，眼前的一切会化为泡影。江婉星的眼泪在俏脸上无声流淌，她已经被巨大的惊喜击中，现在脑海之中已是一片空白。曾经幻想过无数次的重逢场景，就以这么美妙的姿态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猝不及防，好像被无数星光穿透了心脏。苏无忌走到了江婉星的面前，从旁边抽出了一张纸巾，给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我们家婉星的脸都哭花了。而下一秒，他就被面前的姑娘抱住了。江少校抱着苏无忌，什么都没说，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身体在轻轻颤动，眼泪已经浸透了他的衣服。这是一场真实的梦。苏无忌也反手轻轻拍着江婉星的后背，说道：“先别抱我了，快去抱抱妈妈。”江婉星又用力紧紧地抱了苏无忌一下，抬起泪水迷蒙的双眸，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一抱，这一眼，其中蕴藏了无尽的情感。苏无忌又给江婉星擦了擦脸上的泪，而他自己的眼眶也早就湿润了。江婉星往方兰霜的方向走了2步，可是却差点撞翻了旁边的椅子，自己也踉跄了一下。这个身手利索的特种兵，此刻却笨拙的像是个初学走路的孩童。走到了方兰霜的面前，江婉星喉咙轻颤，红唇翕动，深呼吸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才轻轻唤出了一声妈。这个字，他不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心中喊过多少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婉星已经不认为自己还能在现实生活中再真真切切地喊出这个词了。可现在一切都成真了，这种生之重逢实在是太美好了。婉星。方兰霜的手指穿过女儿的黑发，轻轻地搂着她的脖子。变成大姑娘了，更漂亮了，都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她的语气也很不平静，波动很大，一如数年前那汹涌的印度洋海浪。江婉星轻轻地吸了吸鼻子，抹了一下眼泪。妈，这几年我攒了好多话想跟你说。说完这句话，她的眼泪更汹涌了，抱着方兰霜，哭得像个走失多年后回到家的孩子。以往江少校雷厉风行，行事果断，从来不会在任何事情上纠结和内耗。但此刻苏无忌还是第一次见到江婉星这脆弱又感性的模样。此刻客厅的射灯正照着母女相拥的剪影，将这几年近乎生死相隔的岁月沟壑填满了蜜糖色的暖光。苏无忌没有再打扰这一家的重逢，而是走了出去。
在外面已经停了好几台车了。他刚刚出来，一个靠在车边的男人便扔过来了一支烟。苏无忌接过，在鼻子上一闻，便嫌弃地说道：老宋，你每次都是用白酱招待功臣的，你以后肯定是抠死的。说完，他把烟叼在嘴上，凑了过去。有混吗？没错，站在车边的人就是宋鹤鸣，而他的旁边则是首都军区的司令员邵飞虎。今天晚上得知方兰霜回国，首都军区里的很多人都想要来看看，全被邵飞虎拦了下来。宋鹤鸣呵呵一笑：你不是不抽烟吗？闻闻味儿就行了，不需要火。苏无忌叹了一口气，说道：看着母女重逢的样子，有点想抽烟了。宋鹤鸣没再说什么，掏出一次性打火机，举到苏无忌的脸前点燃。谢谢宋大局长亲自给我点烟，我能有这待遇，在老苏家真是光宗耀祖了。苏无忌眯着眼睛，用手挡风，吸了一口之后笑道：滚你的吧。宋鹤鸣踢了苏无忌屁股一脚：你家岳处长还在非洲打生打死呢，你要不现在去支援支援？苏无忌说道：非洲用不着我兵灵和永阳在，还有烈焰大队还收拾不了区区的沙溢佣兵团，他们可没那么菜，又不是当年某个被沙溢搞得很头疼的老特工。宋鹤鸣当然知道对方在影射自己，他忍不住地抬手拍了一下苏无忌的脑袋，说道：你小子每次见到我嘴里就憋不出几句好屁。邵飞虎说道：经过这次事情，晚星怕是要对无忌死心塌地了，你俩要是不结婚，真说不过去了。宋鹤鸣听了这句话，心里莫名有点别扭，又给自己点了一支烟，走到一边闷闷地抽着。那得看晚星的意思。苏无忌笑道：他从来就没打算把江晚星让给别的男人，于是就没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而是认真说道：两位首长，我认为当年的坠机事件有重大转机。邵飞虎听了，把烟头往地上重重一扔，说道：快说。他们今晚一方面是来看方兰霜，而更重要的方面自然是奔着真相来的。沙溢佣兵团的团长伊文斯是曾经德弗兰西岛总督克林姆的小儿子，他扬言要替父亲报仇，杀死所有华夏人。苏无忌说道。邵飞虎说道：那得把你爸的号码告诉他，冤有头债有主，让他去找你爸。苏无忌倒也不是不行。30年前，正是苏无忌的父亲在德弗兰西岛遇到了克林姆的叛乱，直接将之荡平。而30年后，苏无忌在那座岛上再度和克林姆的儿子交手，这未尝不是一场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苏无忌继续说道：我在回来的飞机上还审了这伊文斯一次，他受过严格的抗审讯训练，坚称是他亲手按下了导弹发射按键，亲眼看着华夏专机被炸成碎片。宋鹤鸣说道：如果真是这种程度的爆炸，没有人能生还。邵飞虎说道：蓝霜怎么说？苏无忌说道：蓝霜阿姨回忆说，专机遇到了强气流，大幅度颠簸，甚至当空骤降超过上千米，她昏迷了过去，醒来之后就已经被人扣留了。邵飞虎的手有些颤，眼睛里一下子涌出了希冀之意，说道：那就说明没爆炸，那个叫伊文斯的混蛋在说谎，他在说谎。如果没爆炸，那么江秉辰和那些军官们是不是也都能回得来？苏无忌说道：宋局，我把2个俘虏交给你行不行？我怕放我手里不安全。听了这句话，宋鹤鸣的眼睛里骤然射出了2道危险的金芒。显然，苏无忌是担心伊文斯和面具女人到了华夏之后被灭口，
如果此事真是内奸所为。宋鹤鸣摇了摇头，想起了邓红宇所经历的10年风雨，狠狠骂道：该死的王八蛋！他很少这么恼火地爆粗口。邵飞虎沉默了下去，眼中满是电闪雷鸣。这位军区司令员抽完了整整1支烟，才说道：当初丙辰那架专机的行程虽然是保密的，但有心人能推测出来大概的航线，从泄密这条线索上来说没法查。宋鹤鸣听懂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说道：也就是说你曾经查过？邵飞虎说道：没结果。在江丙辰的专机失联之后，有些人是相信那架飞机失事了，有些人则是一直保持怀疑，一直保持希望。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换回任何的结果。宋鹤鸣把烟头一扔，用脚狠狠碾灭。我现在就去审，如果不吐口，我扒了他的皮。苏无忌说道：老宋，你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违反纪律。对于这种人，我没有立即枪毙他，就已经是我在遵守纪律了。宋鹤鸣看了看江晚星的住所，改天再来看望兰霜。嫂子，我先走了。不过就在他要上车离开的时候，一道声音忽然在院子里响起：小渣男。正是方千雪。他穿着拖鞋和睡裙走了出来，站到了苏无忌的面前，泪眼婆娑地看着他。宋鹤鸣和邵飞虎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本能地感觉到这场面有些不对劲。起码这称呼就不对啊，哪有小姨喊外甥女婿叫小渣男的？你真的把我姐姐带回来了，你真的做到了。方千雪的眼光很直接，眨也不眨地看着苏无忌的眼睛，这眼神里有着难以言说的情绪。是啊，不客气，我其实……苏无忌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方千雪一下子抱住了。这女人紧紧搂着他的脖子，趴在肩膀上呜呜大哭道：我以前还发过毒誓，谁要是带回我姐姐，我就以身相许。你这样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我总不能真的跟婉欣抢男人吧？对救回姐姐的男人以身相许。苏无忌可不知道，这不靠谱的方千雪居然还发过这样的毒誓。宋鹤鸣觉得眼前这场面越看越辣眼睛，脑海里全是宋之瑜那明媚如春光的笑颜，心里的滋味越来越复杂，于是干脆扭头上了车。他对坐在旁边的行动处副处长说道：回去，今天晚上都不要睡觉了，连夜审人。国内始终有一片阴云在宋鹤鸣的头顶飘着，而这片云的覆盖面积极大，时不时还能影响到非洲。此事不解决，真的是难睡一天安生觉。最关键的是，现在宋鹤鸣并不确定这片云和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系。现在细细想来，当年他从首都的暗流中抽身而走，前往非洲，好像背后也隐隐约约的有一只无形的推手。宋鹤鸣对身边的手下说道：无论如何，一定要撬开那两人的嘴。苏无忌带回来的这两个人太关键了，一个声称击落了飞机，一个负责看押方兰霜好几年。宋鹤鸣隐隐感觉到，这次说不定能把那一大片从东亚飘到非洲的乌云，从内部撕开一道口子。邵飞虎靠着车身，看着方千雪紧紧抱着苏无忌，哈哈一笑道：无忌这小子很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千雪，要不你就跟婉欣打一架，谁赢了我就做主把无忌嫁给谁。苏无忌脸都黑了。方千雪虽然在呜呜哭着，但也听到了这句话。他回道：邵大哥，你不知道我有多感谢这个小渣男，
他简直是救了我们全家。要是姐姐回不来，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下去。苏无忌，你这活的不是挺好的吗？你这小渣男知道什么？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方千雪继续大哭。虽然她平日里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大大咧咧，嘴上不着调，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想念姐姐的泪水也曾无数次的打湿枕头。苏无忌被这丰满小姨抱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方千雪，你冷静冷静，我不需要你以身相许，我这响身板也消受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小渣男，你怎么那么厉害？方千雪一边哭着一边说道。姐姐给你钱，给你很多钱，行不行？苏无忌，我要你钱干嘛？方千雪，你不要钱，你是想要人。邵飞虎笑得更开心了，他对司机示意了一下，上了车，径直驶向了首都军区。而今天担任司机的竟是那位大校秘书。他刚才一直坐在驾驶座上抹着眼泪。你就别哭了，邵飞虎说道，把眼泪都流着，等秉承回来的那一天再哭。听了这句话，这秘书的身体狠狠一震，眼光里全是难以置信。江司令真的能回来吗？邵飞虎看着窗外，眼光悠远。他回想着之前苏无忌透露出来的那些关键性信息，沉默了足足10分钟，才回答了秘书的话。现在看来，方兰霜既然已经活着回来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那架飞机上的所有人都能活着回来。方千雪，我要是你现在就立刻去照顾你姐姐，而不是在这里说胡话。苏无忌被对方的凶给挤得快要喘不过气来，无奈地说道。她的身体很虚弱，或许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顿饭，很久没有好好泡个澡了。好，小渣男，你真贴心。方千雪转身朝房间里跑去，她一边跑还一边扭头说道，在我还没想出该怎么感谢你之前，你就住在我家里，哪里也不许去。苏无忌站在院子旁边，看着秋日夜晚的清冷月色，忽然觉得今天夜晚的月亮格外的圆，好像比任何时候都皎洁。15的月亮16圆。一道轻柔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今天阴历是10月16。正是江晚星。他的眸子里映着月光，人比月色更娇。今晚月亮圆，人团圆。今天是个好日子。苏无忌看了看他那近乎完美的侧脸线条。哎，我妈飞了10几个小时，太累了，陪她聊了一会儿，我倒杯水的功夫，她就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江晚星还在微微仰头，看着天上的月亮，眸光比月色还要皎洁。无忌在今天以前，我已经放弃希望了，而现在，他已经开始期盼着父亲也能回家了。苏无忌不想让他总是把感谢挂在嘴边，于是说道，那你也早点休息，执行任务肯定也累坏了。江晚星笑了一下，眼睛里柔光无限，道，我哪里还睡得着呀？顿了顿，他补充了一下，不止今天，明天后天，接下来的好几天我肯定都睡不着。这真的像是一场绝美的梦，而这美好而幸福的梦境偏偏是真实的。苏无忌说道，那也得睡，我可不想看到我们家晚星刚刚找回妈妈却把自己累垮了。听着我们家晚星这几个字，江晚星轻轻一笑，眼睛里闪着迷蒙的光。他轻声说道，无忌，我刚刚看到小姨抱你了呢。苏无忌立刻咳嗽了好几声。她是个疯女人，不正经更不正常，我和她可不是那种关系，你别多想。江晚星说道，我理解她的心情，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你的谢意，以及
以及那些本来就深深藏在心底的情谊。他的后半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苏无忌这死直男打断了。嗨，以咱俩的关系说什么谢谢啊？江晚星的话没说全，抿了抿嘴，沉默了几秒钟，才说道：要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这楼里有空房间的。苏无忌嘴上说道：那我睡沙发就行。他心道：你不在的时候，我都在你家里的客厅睡过觉了。江晚星顺势挽着苏无忌的胳膊，带着他往客厅走去。我要是让你睡了客厅，我妈醒来还不得打死我？咱们家晚星这么漂亮，她可舍不得打。苏无忌说道。他低头看了看对方挎住自己的胳膊，明显能够感觉出来江晚星很用力。他们才刚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江浩斌眼睛通红地走出来。他看到苏无忌狠狠地吸了一下鼻子，直接跪倒在地。姐夫！江浩斌的脑袋和地面重重地撞了3下，发出了清楚的闷响。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苏无忌本想伸手去拉，江晚星却拽住了他，道：让江浩斌多磕几个，好好跟他姐夫学学。这完全是下意识的称呼。话出口之后，江少校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俏脸瞬间红到了耳根。是，跟姐夫好好学。江浩斌又重重地磕了好几个响头。苏无忌都怕这样会撞出脑震荡来。果然，等江浩斌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脑门上已经变得一片乌青了。江晚星催促道：快点给无忌找换洗的衣物去。江浩斌立刻转身上楼，可是走路的时候身体明显还有些晃，8成把小脑震出问题来了。江晚星把苏无忌领到自己的卧室门口，很认真地说道：无忌，以后你再来首都就住我家吧，这样我们还能多见几面。苏无忌微笑着点头：当然可以，这样能省下不少酒店开房费。我不住江家，难道还能住白家吗？白木哥都已经跟我分道扬镳了，白小哥都已经削发出家了。江晚星把苏无忌往房间里推，说道：那你去洗澡就用我这间浴室。苏无忌说道：这边是你的卧室啊，方便吗？江晚星的俏脸微红：我小姨正在外面的浴室里给我妈洗澡呢，那一间可不方便给你用。老妈明明已经睡了，小姨正在床边又哭又笑呢。对于喜欢打直球的蜜桃少校来说，说谎的感觉真的很不习惯呀。那很淡。苏无忌看了看还有些风尘仆仆的江晚星，道：要不你先洗。哎呀，你就别谦让了。江晚星把苏无忌推了进去，说道：浴巾在毛巾架上，衣服就放在脏衣篮里就行，一会儿我给你洗了。说完，他的俏脸更热了。怎么有种老婆在交代老公的感觉？而且你要用的浴巾，那是我平时用来擦身上的呢。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用同一条浴巾都能觉得幸福和暧昧，就像是在学生时代，在帮老师发作业本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本子和暗恋女孩的作业本恰巧叠放在一起，心里都能甜滋滋的。这时候脑门乌青的江浩斌推门进来：姐夫，这是我给你找的换洗衣服，都是干净的。咦，我姐夫呢？你姐夫在洗澡。江晚星把衣服抱进来，直接把江浩斌推了出去，没好气地说道：没什么事，不要进来了。说完砰然关上了门。然而江浩斌却重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凑进来说道：姐，要不你多给我姐夫生几个孩子吧，10个8个都不多。江晚星打了他一下，道：你胡说什么呢？江浩斌说道：
你要么就多给我姐夫生几个孩子，要么就让我姐夫娶个3妻4妾的，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咱们老姜家该怎么报答他啊。什么3妻4妾的，别说胡话了，滚回去睡觉。江晚星往自己老弟的屁股上踹了一脚，随后听着浴室里的水声，面庞通红的贴着门，陷入了沉思。是啊，江晚星，你该怎么报答？江晚星轻轻自语，想了想，似乎下定了某个决心。他走了出去，打开方千雪的酒柜，从里面取出了一瓶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洋酒，打开瓶塞，一口气喝了大半瓶。好了，江晚星感觉瞬间上头了，他拿着剩下的半瓶酒，重新回到了浴室门前，把酒瓶再次放到嘴边，全部喝光。握着门把手，江晚星攥着拳，给自己打着气，说道：江浩斌说的对，给他生10个8个。